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诺曼的减法教室。今天分享的是男士减法教学，男生的渐层该怎么做？男生 undercut 的裁剪，就是类似像图片这种感觉。在教学开始之前，还没订阅我频道的话，先订阅我频道。那我们现在教学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我们今天模特他也是我们频道的观众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会做一个 undercut 的裁剪 ，undercut 它就比较属于英式的渐层油头系列。然后今天的话，因为它上面长度没有到很长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在两侧会帮它做一个渐层的推剪，然后再来做两边头型的修饰。我之前教过大家看头角的部分，头角怎么看，你就可以用你的手这样放在顶部区，那你这样放下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一块特别凸的地方，就是它头角。那凸的点啊，有些人比较高，有些人比较低。然后像这个模特儿的部分啊，它的凸点是比较低一点的。所以我们在做修饰的时候，就会在头角位置上保留，然后在下面这里做推掉。这样的话，你在连接上也会比较好一些些。那我们这一次一样用这种夹子去把它头角的位置上方先把它分起来，然后下面这里去做修除。我们今天undercut修剪的话，我一样会用一支大电推跟小电推，小电推会把多余的长度去掉。然后大电推去做一个渐层的动作。大电推的话，我用3mm 跟1.5 mm 的下去做一个修饰。第一个步骤，我们就先把下面这边的长度都先去除。然后这边我们有稍微保留一点点头发的空间，再做连接到耳朵后面这里。然后耳朵这边把它往下，然后剪到后面这一块的话，我们会先看一下后脑勺的位置。那后面后脑勺位置整骨点是在这一块，那我们在推的时候，梳子就可以先预留着。然后把下面这里推掉，然后梳子预留的时候，这边推掉之后啊，这边就可以很好的去保留住，不会推到太高。然后这边也是梳子这样预留一下，然后由下往上推掉。那像亚洲人的头型啊，这两边是比较容易蓬的，所以比较蓬的头发怎么修呢？我们就会用梳子去做一个连接的动作。然后我们会看到这边跟这里有一个落差，这是很多同学犯错的地方，就是多余的这个角怎么做修剪。那我们用梳子这样平行的梳上来，把这个角度上简单的稍微去除。那这一块啊，也是最多同学遇到的问题，就是我要怎么去把这一个的连接做好。这个连接其实最多人会遇到的问题，就是剪不好的部分。那我们现在只要梳子由下往上贴在它的头皮上，然后慢慢的往上做连接，把多余的长度稍微做一点去除的动作，效果就会好很多了。然后前侧区也是一样，这一块多出来的角度梳上来，要把这个长度去除。然后去完之后，我们再戴起我们3mm的公分套，然后有点弧度的像这样慢慢戴上来。好，它的动作就是有一点像这种感觉，有一点这样带出来的这种效果。然后再来做这边的修饰，耳朵往下，你会看到比较多的头发，把它修掉。然后这边由下往上，慢慢的修除。
都完成之后，我们再来修后脑勺的位置，就这一块的斜，斜45度角架设好。然后慢慢的把这一块多余的角度修除。好，如果一般的男生剪法，两侧这样就完成了。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比较渐层的一个发型的话，我们就要继续接下来的步骤。我们就先戴起更短的公分套，这个是1.5mm的。然后现在我们就是从下摆这里的1/2处去做修剪，这样慢慢的，它就会再白一点点。然后我在推的时候啊，我不会整个这样平的推过去，我会有一点这边高后面低这样的修饰，有一点下斜度的一个修饰效果，这样它的渐层起来啊才会比较柔和。然后在头型上的修饰效果也会比较好，因为它就是有一点像这样渐层下来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慢慢的连接到后脑勺这一块。都完成之后，我们这个时候就拿出小电剪，然后在下面这里再做一个更利落的修剪。然后我们可以先把多余的长度先切除。其实这样的步骤是比较不会失误的。如果你像一般很多欧美的教学影片啊，第一个步骤都是直接这样切掉的话，会变成你后面衔接，如果比较没有那么熟练的同学，你会觉得你衔接的不好。好，这样就很明显看到有一个2层的色差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时候要做修饰呢，我们就是用大电推，然后拿掉公分套，然后这一个把它开到最短的位置上。这个的功能呢，主要就是让它这里有一点增长的效果，会比较柔和。然后我们开到最短的位置，去做一个柔和度的修饰。然后像在做这一种渐层修剪，我们会建议大家慢慢的往外推，往上推。这样它这一条柔和线就会比较好一点，然后再来连接到两侧的位置上。建议大家用边角，用这边的边角去做修剪，然后边角就是像这样的效果。两侧这边以上都是悬空的，用下摆这一块去做剃的动作。好，这样整个剪完之后，你会发现它这里就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杠痕，然后非常柔和的一个渐层感。好，那我们来示范另外一边。那这一边的话，我会示范直接做 undercut 的一个修剪效果，速度会比较快一点，不用那么复杂，一步一步来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的话，那我会非常建议你像我刚刚的步骤这样一步一步这样来，你会比较好完成这样的造型。我会先使用这种小电推，把我要的分线直接切出来。然后我刚刚切的话是切到它耳朵这里的位置，然后你就可以很明显看到这样有长有短的落差。然后后脑勺这个位置上，我现在在做这个技巧，也是我们在现场帮客人剪头发最常用的一种，因为这样真的比较快。但是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，你就可以像我刚刚那样，慢慢的去做修剪，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点，比较失误率会大大的降低。好，第一条线切完之后呢，我们直接戴起我们3mm的公分套，然后由下往上去做一个推掉的动作。
然后再推的要去注意的地方就是说，我们这里上面一定要稍微保留一点点，因为等下去做连接。然后我在推的时候，我并没有直接推到底，我是推到上面的时候有一点往外带的这种效果。好，第二层你会看到现在有2层哦，一层最短的，跟这里比较短一点，跟这里最长的。那我们现在先把这2层做连接，第2、第3层连接完，我们再来接第1跟第2层。然后这里就是把第2跟第3层做一个基础的连接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第1层跟第2层的柔和感。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安全一点，就会拿 1.5mm 的公分套，稍微做一点柔和的衔接，像这样有一点往上带起来那种感觉。然后这里一样用我刚刚说的边边去做一点修饰。都完成了之后，我们直接拿公分套，用最短的，这边用最短的地方直接推。然后这边在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点，然后去把这个柔和感做出来。然后用边角去修饰耳朵后面。最后再做一点简单的连接，把多余的长度修除。那这样2边都完成了，让大家看一下，像这样2侧的这样的效果，2侧就是像这样比较利落的一个感觉。然后像这一块，如果你觉得它还有一点点明显，你就可以再稍微调整一下，把这一块比较黑的地方稍微往上做一点渐层。那有些时候并不是你剪得不好，有些时候是毛发量密集度的关系。有些人毛发量密集度没有那么均匀，就会有这种状况。因为我们亚洲人比较常出现的就是头型的问题，有凹洞、有凸点，所以这些都影响这整个的呈现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一块角度的去除。那角度去除的话，我们用剪刀。那之前我教大家手推的技巧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拿出来使用了。手推技巧就是这样梳起来，然后把多余的长度做修饰。那如果对手推技巧不熟的同学，这边有一部影片可以去看，剪发的第1堂课就有手推的技巧。然后这个手推的话，主要是做2侧的柔和度的修剪，让它2侧这块的角度啊，不要凸得太明显，把多余的角度修饰掉，凸出来。你只要这样看过去，觉得它有一只头发这样岔出来，你就直接把它修掉，就是把这个头型修圆润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这个的要求就是你的剪刀必须要够锋利，才可以你看到哪里剪到哪里。好，那我们再来修另外一边。好像这边头发你会发现它就是蓬起来的，那我们就直接压下来，把多余的长度去除。然后这边如果压下来剪不太到的，如果你压下来剪不太到怎么办？我们直接逆着梳上来，把它多余的长度往上这样梳起来，然后修剪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它现在头型2侧的修饰就变得比较好了，比较不会有那种凸凸的、乱乱的。然后这个长度再去做一点留长的造型，效果就会非常的好。然后我会做最后一个检查，就是把头发直接2侧这样梳下来，水平低下来，看有没有比较多余的长度，
需要去做一个剪裁的，像这样梳下来，看有没有多出来的，如果没有就把它这样平的去掉。记得整个头发修完之后啊，不管两边的长度修剪，还是上面的检查的话，我们都是以平均分线梳上来，那把多余的长度修掉。那什么叫多余的长度？就是你觉得我今天要抓的这个造型，前面是长，旁边要短。那如果你梳上来，旁边特别长的话，那旁边这个就叫多余的，所以它就是需要修掉的地方。OK。因为这造型上面我没有修到太多，主要是保留它上面蓬松的线条，主要是修到它两边跟头型的修饰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做两边头角的一个打薄调整。这个打薄可以让头发在抓的时候，这两边不会那么硬，不会那么凸，然后再来它的柔和感会比较好一点。那今天用这个打薄方式，它是属于一个顺毛流打薄技巧。顺毛流的话，意思就是说它头发往哪边长，我们梳子往哪边梳。比如说它这里往前长，我们就往前梳。梳过去，然后集中它发尾的地方，锯齿口朝上面，然后再发尾这样1、2、3，然后再来在中间这里1、2、3，用梳子去把头发集中起来，然后到两侧这里之后，它是往旁边长的，我们就是这样压下来，1、2、3、2，就是顺着发流生长的位置去做调亮就好了。然后像后面是。这里是往后长，我们就往后梳，然后锯齿口朝上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顺着头发压下来，多余的长度，锯齿口朝上，1、2、3，像这样，1、2、3，好。这样整个打薄的技巧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抓造型给大家看它整个造型后的效果。我觉得这种还是很适合我，是吧？这种感觉应该还蛮好的。你看两个头角就不见了，不会是这样的。对，然后这边我刚刚说保留就是这一块，因为如果我推到太高，你这里就没有保留，它就会凹进去，凹进去就会剩前面而已。所以你刚剪完 OK， 但是你这个长长之后它就会翘起来。对，但是如果像这样的话，你长长它是下来的，对，因为上面比较长会把它压下去。对，剪头发是顺着你的发流跟发旋去做修剪，你接下来的维持度就不是1、2个礼拜而已，它这种维持度大概是可以到4个礼拜到5个礼拜没什么问题。好了。OK， 那跟他说拜拜。拜拜。那我们今天教学影片分享就到这边。如果对今天影片分享内容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会一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我会另外拍影片跟你们分享。如果喜欢我今天影片的分享，帮我按一个喜欢。最后这边附上 FB 跟 IG， 那这边有 LINE 跟微信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这边私讯或者跟我预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分享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了，拜拜。